我只是驯养了几只蜈蚣幼虫，就把见多识广的老者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因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幼虫，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物。可让老者更加诧异的是，我不仅了解毒物的孵化时间，还知道它们之间的配种规律，这让老者顿时激动不已。不仅扬言要传授我所有武功，甚至还要将风华绝代的女儿许配给我。可就在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拥有100万粉丝的主播，主要的节目是与毒物或者毒虫进行直播，但一切的祸根都出在了那条毒蛇身上。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我特意将世界上最危险的黑曼巴毒蛇养在了家中，结果因为一次意外，我竟死在了他的手中。当再次睁开眼时，我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一个道观里。这天，一行人来到道观恳求借宿一晚，暂避风雨。看着他们客客气气，不像坏人的模样，我也渐渐放下了戒备，并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几年前才开始住在这里的。说着，我就朝身后的房间瞥去，除了这间，你们随便住吧。为首的老者先是行礼表达了感谢，紧接着就向身后的弟子下达了不许靠近那间房子的指令。看着他们统一的穿着，我猜测他们应该都是来自一个家族。虽然很好奇他们是做什么的，但眼下我却有个更重要的事情。随着我走进房间，我顿时露出了一副喜悦之色。孩子们吃饭的时间到了。说着，我乐呵呵地打开了一个陶罐，只见一只蜘蛛正张着嘴巴朝我索要食物。这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土生物，是个可以长到20厘米的大型毒蛛。因为身上特殊的颜色能让人联想到黑虎，所以人们也叫它黑土虎。随后我开心地将一只蛐蛐递到它的面前。刚开始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家伙，经过2次蜕皮都这么大了，我简直太幸福了。在喂完小黑后，我又朝着旁边的药材架走去，紧接着就拉开了其中的一个抽屉。下一秒，一只霸王黄灵虎就出现在我眼前。这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土生物，身体和尾巴的花纹是它最大的特征。前世因为没钱或者灭绝得不到你，没想到在这里遍地都是啊。而现在我活着的最大乐趣就是养你们了。就在这时，老者突然找来了我的房间，我慌忙地将抽屉合上，随后打开房门才得知，原来是老者为了感谢我同意他们借宿，特意来邀请我去吃晚饭，而且还是肥美的鹿肉，这让我顿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这些年我一日3餐不是蛇就是蜥蜴，于是我欣然地接受了老者的邀请。在来到院落后，看着放在烤架上的鹿肉，我嘴角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这时身旁的老者告诉我肉再烤一会才能熟，紧接着他就向我询问了几件事情。少侠，你今年多大了？是一直独自住在深山里吗？我点了点头，大概14、15岁吧。闻此，老者满脸疑惑，大概。见状，我只好以小时候撞坏了脑袋为由搪塞了过去。这时另外一名白发老者将烤好的鹿肉拿了过来。少侠，你看上去很饿的样子，你先吃吧。我二话不说接过鹿肉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才是人应该吃的东西，简直是美味啊。片刻后，老者直接说出了他们来此的目的，我们在找一条毒虫，是一条身上有蓝点的青斑蜈蚣，长得很大。少侠，你有见过吗？听到毒虫2字，我顿时来了兴趣，到底有多大呀？可当得知能直接将我吞下后，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白脚也能长那么大吗？我知道自己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古代，难道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吗？白发老者则示意我不必担心，我们就是来抓那东西的。我顿时反应过来，原来是同行啊，你们是打算把它抓回去养吗？白发老者闻此哈哈大笑，养青斑蜈蚣吗？这听上去可真有趣啊，不过我们是拿来用药的。我当即提出质疑，蜈蚣那东西不能当做药材吧？白发老者直接道出原委，因为现在我的孙女正卧病在床，只有青斑蜈蚣的内丹才能救她的命。闻此我顿时一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虽然这对白脚很残忍，但他们毕竟请我吃了肉，不如就帮帮他们吧。于是我当即表示那条蜈蚣。话没说完，老者神情激动地询问我是不是见过，我摇摇头给予否认。虽然不知道那个青斑蜈蚣长什么样，但是我大概知道它生活在哪里，毕竟前世我可是全网最知名的毒物主播，对毒物的了解更是异于常人。在大约870万种的生物中，有毒的生物约2万种，其中白脚也不例外。只要跟毒物有关的，全都尽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很快我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我已经知道蜈蚣的位置。2位老者满脸震惊地询问我在什么地方，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向他们询问都搜索了哪里。从老者口中得知，他们在白天已经搜查了北部的河边和东部的密林，这让我更加确认了心中答案。你们这么搜当然找不到了。随后我便得意地跟他俩科普起来，白脚虫属于节肢动物中的多肢虫类，是变温物种，需要能维持温度和湿度，所以它们只在自己的领域中活动。最有趣的是，它们和大部分有防水膜的虫类不同，白脚虫的防水膜比较弱，并且表皮上有呼吸孔，因此它们反而不喜欢水多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没有水就活不了多久的特殊虫类。所以你们口中那个青斑蜈蚣肯定不会住在密林倒塌的树木和河边的岩石旁，因为那里根本藏不下它庞大的身躯。2位老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么青斑蜈蚣到底在哪里呢？如果你能把位置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重重报答你的。闻此我微微一笑，紧接着抬手指了一个方向，你们去西边的石头山找吧。不出预料的话，那条蜈蚣白天会躲在热腾腾的石头底下，而晚上则会到处活动。几天后，老者便带领弟子到达了石头山，可在搜查了一圈后，却连个虫影都没找到。休息期间，弟子们议论纷纷，那条该死的蜈蚣怎么还不露面啊？难道是那个少侠在说谎吗？一想到被称为唐门历史上最出色的女儿华影，老者的脸上就流露出一丝不甘。苍天真的要抛弃我们了吗？就在这时，白发老者带领的搜查队也无功而返。华影顶多能撑3个月了，不知道这期间能不能找到啊？随后老者提议，不如明天我们去南边找找吧，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白发老者也同意了他的看法，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如此，我怎么现在才想到？那个少侠说的没错，青斑蜈蚣一定在这里。这可把老者听得一头雾水。父亲，您是发现什么了吗？白发老者解释道，这里不仅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和气息，也不存在
在其他动物的领域标记，这不就说明……话没说完，老者顿时恍然大悟，也就是说，其他动物不是被吓跑了，就是被某种厉害的生物吃掉了。听罢，白发老者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我觉得青斑蜈蚣肯定就在这里。然而他话音刚落，大地就突然莫名的震颤起来，还没等众人反应，一只巨大的利爪平地而起，下一秒，一条庞大的青斑蜈蚣就赫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与此同时，响彻山谷的动静也传到了我的耳中，这不禁让我产生好奇，那个白脚虫到底有多大呀？居然搞得这么热闹。而另一边，在两位老者的带领下，青斑蜈蚣也终于没了气息。看着收获的蜈蚣内丹，众人纷纷激动不已。现在华银终于有救了。这时老者上前请示道：“父亲，你带着弟子们先回四川吧。愿客血恩客时，我想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完成。”白发老者顿时反应过来，我只想着华银，差点就忘了这件事了。你要好好报答那位少侠，同时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成为我们的食客才行。画面一转，我正在被3只蜈蚣幼虫折磨得苦不堪言。没想到一夜之间，我竟变成了青斑蜈蚣的爸爸。原来就在我从老者口中得知巨型白脚虫的存在后，在好奇心的催动下，我便连夜找到了青斑蜈蚣的藏身之处。虽然没有看见活生生的青斑蜈蚣，但却收获了3颗蜈蚣蛋。于是我就将它们全都藏在了枕头下面。结果早上醒来，却发现它们竟全都孵化了。但让我苦恼的是，它们好像一刻也不打算离开我呀。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现在就让我们去洗澡吧。片刻后，老者回到了道观，在呼喊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后，他便直接踏进了我的房间。看着满屋的药草和坛子，他便猜测我一定精通医术，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这样私自闯入别人的卧室，简直是太失礼了。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一阵异响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待他循声打开坛子后，他顿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随后他又好奇地查看了其他药盒和坛子，看着各种各类的毒物，他整个人直接傻了。没想到他不仅养毒物，还让他们生蛋。要知道，连精通毒药和毒物的唐家，在取得毒药之前也只能看管毒物，根本就没想过生蛋增加数量的方法。本以为借着小小机缘救了女儿的性命，现在看来那位少侠才是真正的机缘啊！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见到是我后，他急忙上前表示有话要对我说，可还没等他开口，门口就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响，待烟雾散去，下一秒，一个面目全非的男人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见状，老者一把将我推开，而那名男人也向我们发动了攻势。在吃力的接下这一击后，原本有伤的老者也瞬间失去了战斗力，同时他也意识到来人是和父亲水平差不多的高手。此时男人单手将我高高举起，嘴里还不断发出癫狂的笑声。听说唐家的人跑到了这里，没想到竟是万毒神君的儿子，这让老者满脸不解。老前辈，你是谁？既然认识家父，为什么还会对我和少侠出手？男人当即抬起拳头，看了我这张脸和红拳还不明白吗？就是你的父亲害我变成这样的。听罢，老者心里顿时浮现出一个名字，血手罗刹卓云阳。但他不是挨了父亲一记毒掌掉落悬崖了吗？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眼看大势已去，老者急忙恳求卓云阳将我放过，并提出愿意一命抵一命。卓云阳当场给予拒绝，只要和唐家沾上边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这让老者恨得咬牙切齿，但却又无能为力。随着卓云阳的手逐渐加大力道，我意识也慢慢变得模糊。千钧一发之际，3条蜈蚣幼虫突然从我衣服内冲出，下一秒就恶狠狠地咬在了卓云阳身上。卓云阳见此不屑一顾，小蜈蚣，你们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本座吗？然而他话音刚落，嘴里就突然吐出了一口老血，紧接着身体就不自觉地瘫软下来，最终倒在地上没了气息。见此一幕，我满脸诧异，就这么死了。而一旁的老者更是震惊不已，不是食客，这位少侠要成为我们唐家的一份子才对。几天后，老者的伤势终于有所好转，苏醒的他第一时间就向我表达了感谢，紧接着又向我说起他是武林人士，这让我顿时充满了好奇，是那种飞来飞去的武林人吗？老者笑着回应，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那样的本领。听罢，我瞬间反应过来，这里果然是个不一样的世界，不然的话，怎么会有房子那么大的蜈蚣和飞来飞去的人？随后老者继续开口，虽然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但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现在就让我正式跟你打个招呼吧，我是四川唐门的家主唐铁山。我则回应他自己叫魏少荣，但相较于我的名字，他对我身上的毒物更加感兴趣。可当得知这些都是青斑蜈蚣的幼虫后，大伤未愈的唐铁山猛地坐了起来。他们是从哪来的？你又是怎么驯服他们的？还有我在等你时看到房间里有很多毒，那些也都是你养的吗？听罢，我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这让见多识广的唐铁山满脸惊诧。你是说你不仅可以养蛋，还能猜出它们孵化的时间，甚至还了解它们的配种规律？随后我拿出2个毒物进行了讲解，这是普通的空瞳蜥蜴，身上有黄纹，尾巴有白纹。如果把它和尾巴只有白纹的同类配种，那么生出来的蜥蜴就是这2种颜色。见状，唐铁山满脸不可思议，难道这些都是人类可以干预的吗？说到这，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脑海中更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那些毒性强的家伙配种，是不是就可以生出毒性更强的物种？对此我给予肯定，只要知道哪个家伙的毒性更强，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听此答复，唐铁山顿时激动不已，少侠，成为我的家人吧，只要你进入唐门，我会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还会提供你想要的一切。届时我相信少侠一定可以培养出更厉害的中原10大毒，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将风华绝代的女儿许配给你。听到这，我立马将他打断。唐铁山得意地笑了起来，虽然你还年轻，但说到底也是一个男人啊，看来这次华银真是立了大功了。然而我却告诉他自己对女人并不感冒。刚才您说的中原10大毒物，那些东西比青斑蜈蚣还厉害吗？唐铁山给予肯定，青斑蜈蚣虽然厉害，但也只是一个低级毒物，根本不能和中原10大毒物相提并论。它们之中不仅有像房子一样大的蝎子，还有像黄金一样闪亮的金蛙，无论你怎么想，它们绝对会远超你的
的想象。听到我顿时两眼放光，唐家主，我可以加入唐门吗？照顾那个名叫唐铁山的人，大约2天后，正如他所说，四川唐家的武者们来找我们了。我原以为在抓捕蜈蚣时受了伤，得花上几周才能痊愈，可没想到武者们2天后就出现了。看到隧道入口处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武者们吓了一跳，还以为是铁山呢。不过在我的指引下，他们在屋内见到了铁山本人。家主，您这是怎么了？内伤这么严重？看到铁山脸色苍白，眼下还有黑眼圈，武者们都惊呆了。我扶铁山坐起来后，他便开始向手下的武者们讲述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血手罗刹卓云阳出现了。什么？血手罗刹卓云阳？你是说10年前在青州与万毒老人交手后，从海边悬崖坠落的那个大魔头？没错。天哪，那入口处的尸体差点就酿成大祸了。他肯定是一直在闭关苦练武艺，几乎都快达到我父亲的境界了。这难以置信。听了铁山的解释，3名武者一脸难以置信，随后突然满脸堆笑的向他道贺。那么家主，您既然打败了这样一个人，还送他归了西，那就说明您已经达到万毒之境了。恭喜啊，恭喜！大概在他们看来，如果铁山能擒住如此厉害的敌人，那就意味着他自身的武艺高强。他们道贺的意思似乎就是如此，但实际上卓云阳是被铁山一拳救。铁山对此摇了摇头，他笑着指了指我，不是我，杀了他的是这位少侠，我这条命是他救的。什么？这位少侠？这位少侠打败了蟹手罗刹卓云阳？严格来说，杀了他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宠物。不过既然他们是我的宠物，这么说也没错，毕竟宠物的行为主人是要负责的。然而武者们似乎误解了什么，恭恭敬敬地向我躬身行礼，施的是中原的礼节。多谢您救了四川唐家的家主，难道您是返老还童了吗？接着他们问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返老还童的事情。他们在说什么啊？前世我真应该多看看武侠小说和电影，也好明白他们的意思。唐铁山觉得唐家武者们的举动很有意思，忍不住想笑。他眉毛一动，我怀里就传出一阵动静，让我脊背发凉。不，现在不行，我跟你们说过的，嘶噜噜。那声音是我的蜈蚣们发怒的警示。眨眼间，蜈蚣们就从我的胸口钻了出来，像蛇一样摇晃着脑袋，怒视着铁山。天哪，这是……哦，蜈蚣！看到3条黄色的蜈蚣，武者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我背上的寒意消失了，蜈蚣们也慢慢缩回到我的怀里。这是什么？武者们被蜈蚣的出现吓得往后退了几步。铁山替我向武者们解释道，他们是蓝斑蜈蚣的后代，我们抓捕蓝斑蜈蚣时，洞里有它的卵。这位少侠把卵孵了出来，就是这些小家伙料理了卓云阳。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毒性没问题吧？居然驯服了蓝斑蜈蚣！铁山让蜈蚣现身的举动是基于我们这几天发现的关于这些蜈蚣攻击人的机制，他们能对杀意做出反应，真是既神奇又让人钦佩。在解决了疯狂的卓云阳后的第2天，蜈蚣们就赖在我的怀里不肯动了。幼蜈蚣在母体上时要蜕皮2次才会稍微活动一下，这很正常。但铁山似乎很好奇，为什么蜈蚣杀了人之后就不动了，而且现在还一直静止不动，所以他带着好奇的表情躺着问我，他们这么安静温顺，是怎么攻击卓云阳的呢？你知道吗？我也不太确定。你能想到什么原因吗？我知道他们有毒，万一被咬一口可就糟了。于是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毕竟如果他们误咬了我，我也得死。我当时正在洗澡，然后脖子就被掐住了。那时候这些家伙没什么反应，所以我当时想把他们弄下来，还用冷水冲了冲自己，但好像不是因为这个啊。现在想来，当时卓云阳掐住我的脖子用力时，我脊背发凉，出了一身冷汗，会不会是因为汗水呢？昆虫和动物对人类的汗水做出反应是很常见的，我在想是不是汗水的味道。不过铁山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你脊背发凉，会不会是这样呢？铁山好像有了什么想法，立刻我就感觉到和卓云阳掐住我脖子时一样的寒意顺着脊背蔓延开来。嘶噜噜噜噜。奇怪的是，蜈蚣们发出警示声，从我的衣服里窜了出来，怒视着铁山。他们窜出来时，铁山惊讶地叫了一声，他们对杀意有反应。杀意？铁山似乎很兴奋，就好像发现了关于蜈蚣的重大秘密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杀意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个人表现在表情或行为上想要伤害或杀害别人的那种气场，但对于武者来说却不一样。对他们而言，杀意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实际上能够威慑甚至杀死一个人，就和前世所说的那种杀意的感觉类似。而且据铁山说，这些蜈蚣似乎就是对这种杀意有反应。我之前感觉到的那股寒意，难道真的就是杀意？这不是很危险吗？我感觉有点恶心，就像被空包弹打了一枪似的。暂且不说好奇心，得知铁山曾对我释放出哪怕很微弱的杀意，我还是有点不高兴。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搞清楚了蜈蚣确切的攻击机制。据铁山说，杀意可以从武者身上散发出来，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目标。蜈蚣们不是对一般的杀意有反应，而是专门针对指向我的杀意，就像自动炮塔一样。他们让我担心会被咬，但同时也在保护我。目前这个机制的秘密就只有铁山和我知道，和一个大叔有秘密，感觉有点怪怪的。我正想着蜈蚣的攻击机制，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所以我打算把他招揽进咱们家。天哪，你说的家是指咱们月姬吗？没错，不过这位少侠还没拿定主意呢。哇，唐家武者和铁山的对话转到了铁山想招揽我这件事上。我已经请他们给我几天时间考虑铁山的提议，我得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而且加入他们就像是要做一辈子的承诺，所以我得慎重。但我忍不住问起了月姬，这个我之前没听过，且似乎和我加入唐家有关的词。月姬是什么？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我，铁山和武者们都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然后武者中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那个，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回答道：少侠，你没听说过月姬吗？啊，他也是10大毒物之一吗？我接连发问，唐家的人都笑了起来。那名武者继续解释道：不，月姬是一种花，它有刺，
但却是一种美丽的红花。你以前没见过吗？啊，我明白了，月姬在中原话里大概就是指玫瑰吧？如果是红色的且有刺，那肯定就是玫瑰了。是啊，你知道的，人们把牡丹称作花中之王，还称其为国色天香，但那只是因为它们见识浅。最好的花是月姬，不是吗？牡丹虽能盛开一季，但很快就会凋谢，而月姬全年都在开放，让人赏心悦目。自然，它是众花之中的佼佼者。而且它多红啊！这名舞者是个玫瑰爱好者，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惊讶，但我痴迷于毒物，也不好对别人的喜好妄加评判。我决定尊重他的口味，笑着回答道：“我也最喜欢月姬了。”突然，唐家的人声音更大了：“真的，你最喜欢月姬了啊？”我听说月姬的刺是为了让它显得高贵而不可侵犯，所以没人敢随便采摘它啊！你还真懂一些。那名显然对玫瑰很真诚的舞者伸手想和我握手，但一想到蜈蚣又缩了回去。他然后看向家主铁山，说道：“那可真是个好消息。我听说你还没拿定主意，但要是你决定了，家主肯定会把咱们唐家开的最艳的月姬送给你。给我啊，或许这是一种欢迎的表示吧。我知道中原人喜欢红色，认为它很吉祥，看起来他们是想用一朵红花来表示欢迎。但就算我成了四川唐家的一员，也没必要去采摘一朵无辜的花呀。前辈，就算我决定加入唐家，您也不用为我采摘月姬，花也是有生命的，随便采摘可不好，对吧？”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回答让唐家的成员们都轻声笑了起来。然后他们当中的铁山表情严肃地收起笑容，说道：“不，少侠，你这么说可就危险了。我只是送你月姬，得由你去采摘它。而且虽说你现在说没关系，但等你一到四川，说不定就想采了啊。不过要小心刺哦。”什么意思？他们这番隐晦的对话让我很是困惑。玫瑰还有我不知道的隐含意义吗？和唐家众人的对话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你是说你要搜寻海南岛？没错，我一恢复就得动身，我们可不能耽搁。为什么？还有什么要找的吗？我原以为铁山一恢复就会直接去四川，可他却说要马上搜寻海南岛。我问他原因，铁山一脸严肃地回答道：“是关于血手罗刹卓云阳的事。他在这里闭关修炼，武艺大增。我打算找到他的藏身之处。”他的藏身之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藏身之处，一脸疑惑地看着铁山。他便解释道：“他修炼的武功叫血水毒爪，是一种极其邪恶的功法。要提升功力，人血和骨髓是必不可少的。人血、血和骨髓，没错，就是一种要把手浸泡在血和骨髓里吸收他们的功法。这是什么疯狂的武功啊？那然后呢？如果有人修炼一种需要把手浸泡在人血和骨髓里的武功，还提升了武艺，那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铁山，他点了点头。没错，如果他留下了秘籍或者有弟子，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事，以防后患。我们要确保这种残忍的功法不会在武林中再次出现，而且如果有被抓的人，我们也应该去救他们，不是吗？如果真有一种武功，只要不懂其危害就去修炼，就能把人变成连环杀手，那么正如铁山所说，去找出并根除它是有道理的。我点头表示同意，觉得铁山比我最初以为的还要正直。然后他就请我帮忙。那么你能帮我们吗？你大概对这片区域更熟悉吧？确实，正如铁山所说，我对海南的丛林很熟悉。他一提出请求，我就立刻点头答应了。我明白了，等你恢复了，我就帮你。我爽快地答应了铁山的提议，因为我把这当成是决定一份终身职业前的实习。在实习期间考察公司氛围，了解老板，这是很常见的做法。而且人们不是常说患难见真情吗？所以我打算在这次行程中好好考察一下四川唐家，等着瞧吧。我会全面评估的，毕竟有能力的人进行反向面试也是常有的事。唐铁山已经休养了3天，我们在废弃道观附近的村落四处走访，继续打听情况。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血手罗刹卓云阳的藏身之处。因为唐铁山修炼血水毒爪需要人血和骨髓，通过排查村落里是否有人员失踪的情况，我们就能快速锁定他藏身之处的大致范围。他就是这么跟我们解释的。接下来就该我发挥作用了，是这样吗？是的，村长。虽说每年都有几个人进入丛林后失踪，但并没有周期性或大规模人员失踪的规律。通常情况下，除非是特殊情况，否则有人失踪的话，很快就能找到。多谢您告知这些情况，村长。能帮到四川唐家这位大名鼎鼎的家主，是我的荣幸。那我就告辞了。这是距离废弃道观1日行程范围内的最后一个村落。在这个新走访的村落里，我们查问了有关人员失踪的信息后就离开了，没有任何重大发现。我们要找的是大规模人员失踪的信息。然而在这片茂密的丛林里，虽然偶尔会有人失踪，但并没有大规模失踪的情况。我们走访的每个村落给出的答复都是如此。这个村子也没什么异常情况吗？奇怪啊，少侠。考虑到他发现唐家武者后就现身了，我还以为他肯定就在附近呢。如果他发现唐家武者后就暴露了自己，那么认为他的老巢就在我们那所废弃房屋附近是说得通的。但我们把1日行程范围内的所有村落都找遍了，却没有他的任何踪迹。就算没人认识他，至少也该有人见过他吧？可就是没有他的任何痕迹，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也觉得唐铁山的推断有道理，所以就和他一起搜寻，但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这确实很奇怪。所以在离开最后一个村落时，我回想起他现身时说的话，人们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关于自己的信息。那混蛋又说了什么来着？啊！我集中精力回忆过去的事情，他说的第一句话浮现在脑海中。他当时掐着我的脖子说：“我听说唐家的人进了海南岛，就过来看了看，结果发现
万毒老人的儿子受伤了，还孤身一人。我想起他现身时说的话，赶忙问唐铁山：啊，前辈，你还记得他现身时说了什么吗？他现身时说的话，我记不太清了。你呢？啊，对了，前辈被石头砸晕了，当时神志不清。每个人都有不愿为人知的黑历史，这是需要保守的秘密。既然他显然不记得了，我便摇了摇头回答道：啊，你不记得了？我刚想起一件事。他说，我听说唐家的人进了海南岛。然后呢？唐铁山似乎从没读过侦探小说，一脸茫然。我压下心中的懊恼，回应道：仔细听着，他是不是说，我听说唐家的人进了海南岛？是啊，这就意味着有人告诉了他唐家的人进了海南岛这件事。如果我们去查一下唐家经过的地方，难道就找不到那个告诉卓云阳唐家的人进了海南岛的人吗？比如通过画像素描，或者四处打听，描述他的外貌，问问有没有人见过这样一个人。哦，有道理，少侠，我还以为你只懂读物呢，没想到你在很多方面也挺有智谋的。你是怎么想到的？你让我想起了诸葛家的某个人。经常去密室逃脱咖啡馆，还和其他 YouTube 博主一起玩合作推理游戏，就会这样了。于是打听询问的工作又继续展开了。幸运的是，唐家的人一到海南岛，先是从北边的港口去了一个有草药师的村落，然后才到了我所在位置附近的那所废弃房屋。最终我们在港口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啊，你们说的是那个手红红的男人吗？哦，对，你认识他吗？认识，他每个月定期来一次买粮食。他住在岛内，说过来一趟要花3天时间，每次来他都会买够1个月零10天的粮。哦，谢谢。从米店老板这里得到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他每个月从米店买一次米的情况。那我们要不要去查一下距离港口3日行程范围内的村落呢？我觉得查一下距离港口3日行程范围内的村落应该就够了，因为他已经透露出了自己的住处信息。但唐铁山却摇了摇头。不，听了少侠你的话，我仔细想了想，似乎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认为。简单？我感觉唐铁山好像有点在贬低我。我在对他的反向面试评分里扣了1分，居然还会讽刺员工，面试减10分，那怎么办呢？他是个武者，按轻功来说应该是3日的路程，而不是步行。如果他1个月买一次粮食，怎么会买够1个月零10天的量呢？考虑到往返所需的时间以及他的武艺水平，应该是大约1周的路程范围，肯定就在那个距离左右啊。确实，我回想起骑在唐铁山背上时的那种刺激感，感受着他轻功的速度，我们每迈出1步就能飞出好几米远。他的轻功确实厉害，面试加10分，而且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弟子啊。我明白了，确实他只买够1个月零10天的量，对吧？没错，唐铁山真是能举一反三啊。前世的他说不定是密室逃脱咖啡馆的高手呢，这可真奇怪。10天后，海南岛西部走访了一个村落，听到的情况和之前一样。唐铁山一脸疑惑，摸着下巴陷入沉思。海南岛的面积相当于京畿道和中清道加起来那么大，所以仅凭唐铁山和他的3名武者，要把整个区域都排查一遍是不可能的，因此精准定位就至关重要。然而在我们已经锁定的大致区域附近，却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如果是1周的路程，那应该就在西边，对吧？家主，考虑到他的武艺和万毒老人这位大家主不相上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往西边更靠近海岸的地方再找找呢？不，即便如此，他也不会为了买米就使出全力赶路，肯定就在这附近。如果从港口算起是1周的路程，东边和南边是大海，北边是港口，那就只剩下西边了，所以几乎可以确定，但这里也没有人员失踪的情况。就在我们都在村口思索的时候，村长气喘吁吁的朝我们跑了过来。呼呼，哦，你们还在这儿呢，前辈。怎么这么着急？是想起什么事了吗？唐铁山问道。村长点了点头，去雷族村落看看。呼呼，之前忘了，不过我记得听说沿海的一个雷族村落发生了奇怪的事。奇怪的事？雷族？这可能和我们要找的事情有关。唐铁山看向我，眼神仿佛在问雷族是怎么回事。因为唐铁山似乎对海南岛不太了解，我便一步步的给他解释。在海南岛，除了汉族人，还有2个族群生活在这里，分别是黎族和雷族。黎族对汉族不太友好，但雷族虽然各个村落各有特点，但总体上对汉族人还是比较友好的。黎族和雷族是生活在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和连村子都不让进的黎族不同，雷族是一个对汉族人相当友好的少数民族群体，经常会给来访者提供食物。我之前在丛林里猎蛇迷路的时候，雷族还帮过我，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很不错。是这样吗？那我们应该去那儿看看。谢谢你，村长。对了，你知道发生奇怪事情的这个村子在哪儿吗？知道，从这儿往西北方向走1天的路程就到了。谢谢。我在唐铁山背上骑了半天，我们穿过丛林，来到了海边，沿着海岸线走了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远处升起的炊烟，沿海的山峦和丛林间像蘑菇一样冒出来的屋顶映入我们的眼帘，好像就是那个地方。你们到村口的时候，雷族人会把你们当作客人来欢迎的。明白了，我们得先找到村口。在山脊下方，沿着海岸简单搜寻了一番后，我们找到了看起来像是村口的地方，一个木栅栏门。我们走近时，人们开始从里面走了出来，穿着绣有红线的黑色衣服的人们，不论男女，都穿着短裙，胸前挂着飘动的金属饰品，还穿着黑色的高筒袜。这些就是雷族人。汉族人来我们雷族村落做什么？人群中，一位老人带着几个村里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像是村长或者酋长啊。
我是四川唐家的家主唐铁山。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是，唐铁山开始和雷族酋长交谈起来，我则观察着出现在村口的这些人。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就感觉有些不对劲。村子里的气氛极其阴沉，怎么说呢？是不是村子里缺乏生机呢？几乎听不到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听不到妇女们的说话声，就连鸟儿的鸣叫声都显得异常安静。而且，海南岛是个炎热的地方，人们在白天一般都没什么精神。但出现在村口的这些雷族人看起来都很怪异，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眼神空洞，而且看起来极度慵懒。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看起来都像是被下了药似的，他们好像喝醉了酒，就像是受到了某种药物的影响。就在我察觉到这种怪异之处时，酋长坚定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村子里没有人员失踪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现在请你们离开。但是考虑到房子的数量，人也太少了，还有那种奇怪的病是怎么回事？这和汉族人没关系。通常情况下，有客人到访雷族村落时，妇女们会聚集到村口来欢迎，并把客人领进村子。但现在的情况很不寻常。我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唐铁山似乎在看我，眼神好像在说我之前说雷族人友好的描述有点不准确。我确实说过情况各有不同。就在这时，扑通传来一声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一个正在看着我们的村民摔倒在地，是个孩子。一个人摔倒后，人群分开了，在分开的人群中，一个摔倒的小女孩露了出来。他正大口喘着气，他胸脯的剧烈起伏清晰可见。看到这一幕，村长疯狂地朝他跑了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大声喊道：呜呜，没针啊！哦，这可不行，你是我仅剩的亲人了，你怎么也染上这种怪病了？老人抱着孩子，悲痛地哭泣着。唐铁山迅速朝老人走去，提出要帮忙，说他懂医术。前辈，我学过医术，让我给这孩子看看吧。医术？你是说你学过中原的医术？是的，我算不上是医生，但我对医书和医术还是有所了解的。让我给这孩子检查一下吧。原本要把我们赶走的村子气氛，因为唐铁山提出要提供医疗援助而发生了转变。我们从不受欢迎的客人变成了类似于医神的使者。求求你救救我们的梅珍！一种奇怪的病正在村子里蔓延，孩子们都被害死了，就连身体强壮的成年人也变得虚弱，备受折磨。我们试着请汉族的医生来，但没人愿意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明白了，咱们先把孩子带到屋里去吧。啊，好的。你们都在干什么？快护送医生和他的同伴们到我家去，快点！看来不管在哪个时代，医神总是会受到极大的尊重。而且随着唐铁山提到他的医术，四川唐家的形象也被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了。一个以用毒来修炼武艺而闻名的家族，现在却成了医学的希望之光。医神确实值得高分了。得知铁山大叔懂医术，还挺让人惊讶的。所以在跟着村长去他家的路上，我问了唐家的武者。我们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听说四川唐家是四川一个修习武艺的家族，但他们的专长很不寻常，是擅长用毒，对吧？所以这意味着他们是一个研究并精炼用毒杀人方法的家族，或许有点像传说中的刺客家族。因此我给他们的反向面试评分已经下降了不少。但如果唐家也精通医术，那跟他们学医术，而不只是学那些致命的用毒手段，似乎也还能接受。就算是非主流的，我也可以转而去学那个嘛。毕竟选择学什么技艺不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吗？所以当我带着疑问的表情看向唐家的武者时，他面带热情和真诚地笑了笑，回答了我，好像真的很希望我能加入四川唐家似的。我们唐家的武艺专长在于毒竹，所以我们对医术的精通程度就和我们对用毒的掌握程度一样。医术和毒术本质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武艺是从了解自身身体开始的，所以我们自然对医术也懂不少。要伤害别人的身体，就必须对身体有很好的了解。我们四川唐家需要了解毒药在人体内的反应，所以我们会抓坏人来试着给他们注射毒药，所以自然的，我们比其他家族更懂医术。是这样吗？武者们对我用着敬语，拼命想把我招揽进四川唐家。但听了他的解释后，我对四川唐家的印象就成了一个疯狂的家族。他们研究人体是为了杀人，甚至还进行人体实验，简直就是一个想用毒药进行大规模谋杀的变态家族。为了高效杀人而研究人体，反向面试评分减50分，疯狂的人体实验反向面试评分减100分，完全就是个变态家族。但民众支持加3分，除了轻功和对民众的支持外，四川唐家的反向面试评分一直在下降。就在我在心里对唐家进行这番评估的时候，到了村长家，铁山大叔把手放在孩子的胸口，似乎做了些什么，然后孩子那急速跳动的心脏就平静了下来，孩子也深吸了一口气。呼！铁山大叔不知怎么的稳住了孩子的呼吸。大叔擦了擦额头，对村长说：“我已经往他体内注入了内力，暂时防止他呼吸停止。谢谢。呜呜，她是我唯一的孙女啊，请救救她。”但接着他盯着村长的孙女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困惑。但这很奇怪啊，脉象紊乱，这是什么意思？脉象紊乱就是心律不齐的意思，是心脏方面的病症。我没学过医，但前世我专长于毒药和有毒生物，这意味着我也懂一些医学知识。所以从铁山大叔的解释中，我大概猜到了一些，意思是心脏跳动不正常。这孩子从出生起就是这样吗？所以他是在问是不是心脏方面的病症？当然不是，已经有半年了，
人们会突然生病，最后就变成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怪病。我们在村口让你们回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雷族相对比较友善，但他们之前对我们很冷淡，可能是因为村子的困境吧。听了他的解释，铁山大叔点了点头，回答道：“这似乎不是传染病，所以应该没问题。但要救这孩子，我们也得检查一下其他患病的人。你能把其他得同样怪病的人都召集过来吗？”明白。正如大叔所说，就我所知道的疾病里，没有伤害心脏的传染病，所以我稍微松了口气。按照村长的吩咐，患病的人开始在他家门前聚集。大叔花了不少时间给他们把脉。然而，检查完所有病人，并把他们的症状记录在纸上后，铁山大叔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好像是遇到了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嗜睡、眼睛浮肿、脉象紊乱、轻微发烧，但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完全一样。症状严重的人似乎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很奇怪。有些人嗜睡且发烧，有些人心律不齐且眼睛浮肿。症状严重的人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听到这话，村长面露惧色地问道：“这病治不好吗？我会写一个对心脏有益的药方，你能尽快把药材凑齐吗？咱们试试用药看看效果。”但不愧是学过医的人，大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议试着治疗一下。不知道病因，感觉这只是对症治疗，但村长把这当成了希望，叫上村民去采草药，然后就跑出去了。大家都来集合，医生让我们去找药呢。我之所以不能对这事袖手旁观，尽管这是别人的事，是因为看到这个生病的女孩，让我想起了四川的华银。对不起，父亲，我让您失望了。我那因武艺修炼失败，又因中毒而脸色变得青灰的女儿，她的道歉声仿佛还在耳边。想起她的面容，我就没法一走了之。所以唐铁山才会尽心尽力地治疗这个孩子。作为一个有生病女儿或孙女的父亲，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这种痛苦。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他也在准备药物，给那些眼睛有问题的人清洗眼睛并上药。对于发烧的人，他制作并给他们服用退烧药来退烧。检查完所有病人后，天渐渐黑了下来。唐家的一名武者走过来，递上一条湿毛巾：“家主，请至少擦擦脸吧，您辛苦了。”“谢谢你，古培。”“谢什么啊，一点也不辛苦。”递毛巾的人是古培，毒血小队的副队长。他品行优良，深受家族武者的敬重。在抓捕蓝斑蜈蚣时，他为了从生死关头救下其他武者而受了伤，所以就留在了这里。那位小英雄怎么样了？哦，他在帮忙做事，看起来累了，所以趁他睡着的时候，我把他安置在一个房间里了。我明白了，他不懂武艺，还能跟着我们跑了好几天，肯定很不容易。那么这几天你觉得这位小英雄怎么样？唐铁山问起古培关于魏少龙的情况。他之前让古培观察小英雄的品性，观察了几天，想了解他的为人，因为他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女婿。毕竟除了才华，品性也很重要。因为小英雄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四川唐家的一员，我可以说实话吗？当然可以。唐铁山点了点头，因为他想听的就是实话。于是古培开始讲起他和小英雄相处的经历。首先，他是个孤儿，独自在海南岛的丛林里生活，还饲养有毒生物。他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在他这个年纪，渴望有人陪伴是很自然的。是啊，这位小英雄确实与众不同。是的，但如果你要问他的品性是不是像武林中某些怪人那样扭曲，那倒不是。他可能不普通，但似乎没有残忍或暴虐的品性。来这之前，他把自己养的一些有毒生物放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可能会死，这说明他不残忍。所以他做我的女婿没什么欠缺的地方吧？唐铁山的问题换来古培低下了头。是的，但有件事我有点担心。听了古培的话，铁山微微点了点头，这表明尽管嘴上说一切都好，但其实还是有让他烦心的事。那是什么问题？你刚才不是说一切都好吗？是关于他的资质。唐铁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英雄只有14、15岁，现在才开始学武艺是有点晚了，而且他也知道小英雄自身的资质并不是很好。然而华银看重的是武艺，而小英雄的价值并不在武艺方面，所以他摇了摇头。以小英雄的才能，或许有可能提升唐家的武艺，不是肯定能提升。别担心，小英雄的价值不在这些方面，我们不都看到了吗？他养的那些有毒生物。可是作为小姐的伴侣，如果他在各方面都能更出众一些，哈哈，你可真贪心，别人还以为你是华银的父亲呢。家主，我道歉。古培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出于对唐家和华银的关心。听到这些话，唐铁山开怀大笑，这意味着古培是如此关心四川唐家和华银。在想到四川唐家和华银之后，他的目光转向了那个仍然昏迷不醒的女孩。这女孩的情况很严重，虽然他用退烧药给她退了烧，又用另一种药提升了她耗尽的元气，但病因还是没查出来。如果心脏的问题不解决，脉象紊乱的情况还是会复发。如果他离开，就没法保证这女孩的生命安全了。你还没找到病因吗？完全没有。你也知道，唐家读过的医书，像我这么多的人没几个，但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病。我们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啊，确实是。你要不要也来检查一下？抱着一丝希望，铁山让古培也给女孩把了把脉，但古培检查完后也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最后两人都束手无策。当夜幕完全降临，昆虫开始在屋外的灯笼周围飞舞啊！我应该去看看我们的女婿睡得好不好。虫子都飞进来了，这儿很热，虫子多的几乎和云南丛林里的一样多。我陪您去，这边请。你们照顾好这位小姐。明白。
副队长把女孩交给其他舞者照顾后，铁山去查看正在睡觉的女婿了。在闪烁的灯笼光下，年轻女婿熟睡的脸庞，他正满怀慈爱的看着未来女婿熟睡的身影时，啪嗒嗒嗒，突然传来昆虫飞行的声音，有一只落在了女婿的额头上。那只昆虫慢慢的从他的脸颊上爬过，朝着他的嘴唇爬去。不，别是那种昆虫，要是女婿被昆虫咬了，可就麻烦了。海南岛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有毒昆虫，所以唐铁山迅速朝女婿冲过去，使出全力去拍打那只昆虫。滋滋，他可不能原谅这只昆虫竟敢试图咬他的女婿啊！然而，在他一心想要抓住这只鲁莽的昆虫时，铁山忘了他正在女婿的脸颊上爬着。结果，女婿从睡梦中惊醒，捂着已经红肿的脸颊，怨恨地看着唐铁山，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好疼！大半夜的，脸莫名其妙的被打了一下，肯定是既困惑又怨恨。铁山挠了挠头，尴尬的回答道：“对不起，有只昆虫在你脸颊上爬，我想把它拍掉，我太鲁莽了。不，大叔，你为了抓昆虫，结果先打到我了。哎呦，我的脸，真的很抱歉，真的。我看到这只大昆虫在你脸颊上爬，手就下意识地动了。你看，这不是只大昆虫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女婿好，唐铁山把抓到的昆虫举了出来，那只昆虫还粘在他的手掌上。幸运的是，女婿怨恨的目光从唐铁山身上转移到了昆虫上，但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女婿仔细看了看那只昆虫后，突然睁大了他那惺忪的眼睛，把脸凑近仍在铁山手掌上的昆虫，然后他猛地把唐铁山的手往灯笼那边拉。女婿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东西？似乎这是一种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昆虫，但它却出现了。唐铁山小心翼翼地问道：“这是种什么昆虫，让你反应这么大？”女婿抬头看着唐铁山，回答道：“接吻。既然这里是中原，我们该怎么叫它呢？啊，对了，追春。大叔，这是追春。追春，一种会接吻的虫子。”听到这个昆虫的名字，唐铁山瞪大了眼睛，这名字听起来还挺下流的。这昆虫的名字确实有点让人浮想联翩。晴天霹雳，不，确切的说是深更半夜的一个意外。好久以来，我第一次没睡在地上，而是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我肯定是坐着就打瞌睡了。不过唐家的一名舞者把我搬到了一个房间里。说实话，在被搬的过程中，我醒了过来，但我只是假装睡着，因为我太累了。但难道是因为他辛苦干活，而我却睡得这么香？他心生嫉妒了。被唐铁山的手掌扇了一下脸颊后，我不得不醒了过来。我醒来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只长得像臭虫的虫子，它叫追春。翻译过来的话，意思就是会接吻的虫子。这个名字因其色情的含义，可能会让人产生低俗、轻佻的联想，但在前世，这种虫子也叫追春。这玩意儿怎么会在这儿？追春有很多种类，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但咬我的这只腹部边缘有呈黑相间的重复图案，这是最危险、最需警惕的一种。被扇耳光的恼怒很快就消散了。如果那一巴掌能让我免遭这虫子叮咬，那可真是万幸。在前世，这种生物被认为是世界10大毒虫之一。等等，眼皮肿胀、轻微发烧、局部病变、心脏综合征、心律不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就在我认出追春的那一刻，我明白了村民们所患怪病的病因。追春是猎春科的一种臭虫，因会吸食熟睡之人眼睛或嘴唇周围的血液而得名。但这些虫子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它们行动极为隐蔽，接近人吸血时比蚊子还安静，人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被叮咬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叮咬处也不会造成太大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被称为吸血虫，有时甚至被叫做刺客虫，因为它们接近猎物时太隐蔽了。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生物携带的病原体和毒素，确切的说，是克氏锥虫，一种寄生在它们体内的寄生虫。在前世，据了解，大约50%的这种虫子都感染了这种寄生虫，它会引发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疾病——恰加斯病。这些虫子在吸血时会排便，它们粪便中的寄生虫会导致感染。有时人们会说，仅仅是吸血的行为就会导致感染，但实际上罪魁祸首是他们的粪便。大叔，请快从村长那儿拿些白酒来。白酒？可是，就算你生气，你还太小，不能喝酒。我突然要白酒。唐铁山一脸困惑，但我的本意不是要喝酒，而是要用它来消毒。白酒这类蒸馏酒能否消毒可能存疑，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因为当你拍死一只追春时，寄生虫会从它体内跑出来，所以国外的警示建议，在捕捉它们时，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死，而是要用容器捕捉，然后把它们放进冰箱里冻死。不是因为这虫子有毒，我们得用白酒把它冲掉。什么？这虫子有毒？对，快从村长那儿拿些中国白酒来。我可能没事，但我担心的是你。古培，快去向村长要些白酒来。是，家主。唐家的一名舞者迅速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和村长带着白酒回来了。小英雄，酒来了。谢谢。我迅速用白酒浸湿一块布，擦拭我那还在刺痛的脸颊，也擦了擦扇我耳光的唐铁山的手。然后我用一根小树枝挑起掉落的追春，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毒虫，它真有那么毒吗？在我看来，你都没事，可能它也没那么危险。唐铁山和那名舞者看着我的举动，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被拉来的村长也在不停地眨眼睛，毕竟
他大半夜的带着酒就跑来了。是，不过我们得确认一下，但很有可能这只虫子就是导致村民们患怪病的原因。什么？那女孩的怪病？小英雄，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英雄，我们的梅珍是因为这只虫子才生病的吗？听了我的话，唐铁山、唐家武者和村长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确认了追春的存在后，首先要检查的就是动物。我向村长询问村里的狗的情况，因为由追春引发的恰加斯病在动物和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作为一种寄生虫病，它可以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村长，村里的狗有没有出现过呼吸困难或者和人相似的症状？或者它们有没有一直病恹恹的，然后死掉？对啊，你怎么知道的？村长的回答证实了狗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肯定就是恰加斯病。但怎么会呢？这种虫子和它携带的疾病应该在南美洲更常见才对。在前世，恰加斯病起源于南美洲，然后蔓延到北美洲。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追春，但携带克氏追虫寄生虫的主要分布在那个地区。在全球旅行频繁的时代，它们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啊。那我们能救梅珍吗？说实话，恰加斯病很危险，但初期治疗很简单，只需服用抗寄生虫药物就行。严重到引发心脏或器官并发症的病例很难治疗，但早期症状用药就能轻松控制。这需要2个多月的长期治疗，但确实能有效治愈疾病。在前世，一旦确定了症状，诊断就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我虽然了解毒药、毒虫和毒蛇，也知道如何治疗它们的毒素，但我不知道如何制药。我知道苯并咪唑是一种药，但我不知道怎么制作它。所以，除了一脸抱歉的表情，我无法回答村长的问题。那个唐铁山疑惑地问我，为什么呢？小英雄，你都知道是因为这只虫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我在想他是否能理解虫子体内藏有引发疾病的寄生虫这一事实，但我还是决定解释一下。如果我能让唐铁山明白，他就能向其他人解释为什么这病治不了。要是其他人也能明白就好了。其实不是这只追春体内的毒。你之前不是说它有毒吗？还拿白酒擦了呢。大家听了我的回答都一脸困惑，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我先是说有毒，现在又否认了。我点点头，继续说道，对，不是毒，是别的东西。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这种虫子的肚子里有微小的看不见的虫子，当这些虫子叮咬人并在附近排便时，它们粪便里的虫子就会进入人体，然后它们在人体内繁殖，并在心脏里安营扎寨。虫子看不见的那种，就把它们想象成蛔虫吧。啊，蛔虫！听了我的解释，唐铁山点了点头。对，就像蛔虫一样，它们在人体内繁殖，并在心脏里落脚，然后干扰心脏的功能，最终导致死亡。但我不知道治疗它的药。就在我带着遗憾的神情解释完的这一刻，村长开始放声大哭起来。他绝望地抽泣着，意识到没有已知的治愈方法能救他的孙女。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救不了梅珍了？真的是这样吗？大叔，梅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铁山的声音似乎完全不顾及这悲伤的氛围，那是一种充满自豪的声音。古培，看到了吧，这就是小英雄的真正价值。我没说错吧？确实，看来我古培刚才糊涂了，我还怀疑过家主的判断。回头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两人进行着这神秘的对话时，唐铁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英雄，别担心，我们有四川唐家。什么意思？四川唐家？四川唐家怎么了？说真的，这四川唐家到底怎么回事？一个藏在四川某个角落的家族又能怎样？不管是四川唐家还是其他什么家族，都改变不了我们现在救不了这些人的事实。唐铁山似乎只是在吹嘘他的家族。我正想着这可能是人品问题，他在反向面试中可能要得最差分数的时候，唐铁山笑着问我，小英雄，你知道蛊吗？不是扑克牌里的 J 吧？突然提到蛊，我困惑地眨着眼睛。唐铁山继续解释道，蛊就是我们所说的五蛊或蛊毒，是中原地区那些邪恶之徒饲养的一种虫子，它们大小各异，喂给人吃后就会寄生在人体内，使人周期性的疼痛，甚至能控制人。控制人真厉害！饲养寄生虫来控制人的想法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这也让这里出现追春这件事稍微能让人理解一点了。唐铁山对我的评论报以遗憾的神情回应道，是厉害，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但武林中有很多人都因蛊而丧命，有些人被蛊控制去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或者背叛父母和家族，沦为恶人的奴隶，太可怕了。梅珍，即便村长还在不停的哀嚎，唐铁山依然平静的继续解释着。所以武林人士努力寻找解药来摆脱蛊毒，他们寻求能把蛊从体内逼出或化解它的药物。鉴于危害如此之大，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不是吗？确实，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抗寄生虫药物。不管是哪个时代或世界，人类的想法都挺相似的。我正思考着，无论时代或情况如何，人类的想法都很相似这一点时，唐铁山又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武林人士要研制这样一种药物，你觉得他们会在哪里研制呢？我不太清楚，我对武林不太熟悉，所以无法回答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但随后唐铁山笑着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回应了我的不确定。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四川唐家了。我们有一种药能化解进入体内哪怕有拳头那么大的蛊，这么一个看不见的微小生物肯定不在话下吧？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四川唐家研制出了很多对抗蛊毒的药物，包括一种只需服用少量就能化解体内任何东西的药物，
哪怕是像蛔虫那么小的东西。当然，它对所有类型的蛊并非都有效，但对于这种看不见的生物，服用少量我们的五谷化毒丸应该就够了。五谷化毒丸说到底，这也是一种抗寄生虫药物，但名字很响亮。听到据说能化解各种蛊的药丸名字，我兴奋不已。男人是不是都有一种浪漫情怀？不管有时他们有多傻，比如在雨中疯狂踢足球，或者不管年龄多大都总想成为强者，就是那种感觉。跟着唐铁山来到小女孩躺着的房间，他小心翼翼地把一颗小药丸放进女孩嘴里，药丸像水一样溶解，流进了女孩嘴里。过了一会儿，女孩那不规则且急促的呼吸开始放缓，眼睛也开始眨动。梅珍，爷爷，梅珍，你还活着！村长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幕触动了我的心弦，我开始觉得决定全职加入四川唐家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挺酷的，不是吗？女孩恢复意识后，铁山先检查了她的状况，然后他立刻让村长把病患们再次召集起来。考虑到这只是由微小生物引发的病症，药效比预期的还要好，村长，请你再把病患们召集起来好吗？啊，明白。村长接到铁山的请求，正要往外跑时，被一声大喊拦住了。等一下，恰加斯病有潜伏期，即便感染了，也只有大约20%到30%的人会出现严重症状，这就意味着村里所有人都得服药，而不只是那些已经明显患病的人。显然，携带者的数量会比出现症状的人多得多。怎么了，小英雄？大叔，如果能给村里所有人都发放这种药的话，那就必须人人都服用。被这种虫子叮咬后不会立刻出现症状，根本没法知道谁生病了，或者他们什么时候会发病。听了我的话，铁山再次检查了女孩的状况，然后点了点头。那我们得把药稀释在水里分发下去。对这女孩来说，这药似乎有点太猛了。从她刚才对女孩的检查来看，她似乎得出结论，化解这些寄生虫所需的药物成分不像化解蛊毒那么强劲。按照村长的吩咐，人们在半夜聚集到了他家门前。唐家的家主铁山把用水稀释过的五谷化毒丸一勺一勺的分发给每个村民，这是为了治疗病患以及病毒携带者。哦，他醒过来了，烧退了，脑子也清醒了，我们有救了，真是我们村的大救星啊！尽管药是用水稀释过的，但正如铁山所说，很多人都恢复了意识，病情也有所好转。说这全靠唐家的力量，或许有点夸张，但效果确实显著，让人觉得这样说也不为过。人们围过来夸赞铁山的医术时，他却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负责发药而已，这都多亏了这位小英雄。要是他没找出病因，这可就是个棘手的难题了。你们真正的救星不是我，而是这位小英雄。小英雄，谢谢你，小英雄，我们感激你。小英雄是我们村的救星。”在一般的黑公司里，上司抢实习生的功劳是常有的事，但铁山尽管用的是自家的药治病，却把功劳归给了我。我对四川唐家的评价因此有所提升，把功劳归于下属，这说明人品高尚，这意味着跟着他干，他会是个不错的领导，加100分。铁山看起来是个好人，虽然他确实打过我一巴掌。就这样，这个濒临绝境的村子又恢复了生机。当然，虽然很多人恢复了意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完全康复了。由寄生虫入侵引发的恰加斯病会导致器官异常肿大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出现问题，所以那些之前病倒的人很可能心脏或其他器官会留下永久性的损伤。即便引发恰加斯病的寄生虫被清除了，肿大的心脏和器官也无法恢复原状。在前世，如果心脏因为各种原因肿大，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心脏移植，但在这个时代，心脏移植根本不可能，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带着残疾生活。村长的孙女算是比较幸运的情况，她身体虚弱是因为本身身体素质就差，而不是因为严重的心脏问题。因为在心脏还没受到严重损伤之前，她就病倒了。服用了五谷化毒丸后，她的脉象紊乱的情况就消失了。铁山反复给她把脉，得出结论说她的心脏没有问题，这多少让人放心了一些。给每个村民都发了1勺药之后，铁山带着同情的神情对村长说道：“那些已经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似乎没救了。等我回四川后，我会把这事告诉药仙和草仙。既然这是一种由寄生在人体内的寄生虫引发的疾病，他们可能会感兴趣，说不定会来看看。”据铁山说，中原地区有2位名医，药仙和草仙，或许是药之仙人和草之仙人的意思吧。他是想请他们来给村民们看看。村长带着歉意回应道：“啊，不用了，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我原以为村里所有人都会最终死去，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气氛变得融洽起来。尽管恢复意识和病情好转的村民们让夜晚充满了欢声笑语，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还有最重要的任务要做。大叔们，先别高兴得太早，事情还没做完呢。小英雄，你这话什么意思？哦，对，还没结束呢。村长歪着头对我的话感到困惑。铁山似乎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首先检查了五谷化毒丸的药效能持续多久，希望药效能够持久。大叔，五谷化毒丸的药效能持续多久呢？原本一旦服用，它不仅能化解蛊毒，还能在大约3个月内防止蛊毒在体内寄生。但既然我们已经把药稀释在水里了，也许药效能持续大概15天吧。谢天谢地，药效能持续大概15天。我问村长，这种病是通过昆虫叮咬传播的，如果15天后村民们又被叮咬了，会怎么样呢？啊，对，我们得把所有虫子都消灭掉。小英雄，没错，追春会藏在房屋的屋顶、墙壁裂缝之类的地方，
晚上出来叮咬人。在海南岛，雷族用棕榈叶之类的材料做屋顶，所以很可能有很多追春就藏在那些缝隙里。它们长得像臭虫，但属于臭虫科，所以主要栖息地是屋顶缝隙或者房屋附近的石块下面。我问以精通毒药而自豪的铁山大叔，你有没有能杀死这些虫子的毒药呢？想着他既然对毒药知识如此渊博，说不定也能对付杀虫剂之类的东西。我们得制作杀虫剂，还要制作驱虫的东西。铁山对我的问题笑了笑，你是这个意思啊？在我们老家有从西域带过来的除虫菊，但这里没有。我们可以把肉桂树的树皮和花椒果放在水里煮，然后把煮出来的水到处喷洒一下，它们对昆虫非常有效。对昆虫来说，这或许就算是毒药吧。如果它们直接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死亡，而且仅仅是气味就能把它们驱走，应该足够了啊。对，我记得以前有人用肉桂和花椒当杀虫剂呢。这是我前世研究昆虫和有毒生物时的一段记忆。铁山的话让我想起了肉桂里的丁香酚和花椒里的山椒素，这两种物质都以其出色的杀虫特性而闻名啊。我也记得听说过这事。村长，请你去收集肉桂和花椒好吗？就照大叔说的，把它们放在水里煮，然后在房屋、屋顶以及村子周围的缝隙处喷洒，还要在床边挂上肉桂和花椒，防止晚上睡觉的时候追春靠近。明白，小英雄，我这就叫他们去收集肉桂和花椒。村长跑出去了。一场大规模的消毒行动在村子里展开了，收集肉桂和花椒。今天我们要把这些可恶的虫子全部抓住消灭掉。兴奋的村民们开始了一场消灭追春的行动。随着这场针对半夜偷偷出来亲吻人们的邪恶追春的行动展开，整个村子很快就弥漫着肉桂和花椒淡淡的香味。前一天晚上那场喧闹的灭虫行动过后，按说早上村子里应该是疲惫不堪的，但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片节日的气氛。实际上这就是一场庆典，就好像昨天冷淡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样。村里正在举办一场庆典，尽管因为熬夜大家都很疲惫，但天一亮我们就被邀请到了类似村里礼堂的地方。一张长长的餐桌，上面摆着竹制的托盘，那些托盘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有肉、鱼、水果和蔬菜，都是为宴会准备的。这是我们雷族的欢迎宴会，长桌宴，请多吃点。我们的恩人，昨天的事真是太抱歉了。长桌宴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传统，真的坐在长桌旁吃着端上来的食物，对我这个一直靠吃蜥蜴肉、蛇肉、村里的米饭或者道观后面种的萝卜过活的人来说，这味道简直如同天堂美食。我一直舍不得花钱买肉，就算卖蛇皮赚了钱，也只舍得买米饭。所以，这是我前世之后的第一顿家常饭吗？真不错，没想到家常饭能让我这么开心。我正兴致勃勃地吃着端上来的食物，就像当初吃鹿肉时一样。村里的妇女们围了过来，不断给我添菜，脸上还带着笑容。小英雄，还要来点肉吗？好啊，好的，谢谢。也尝尝鱼吧，也很美味哦。我的天啊，还有鱼！雷族的歌声在空中回荡，铁山和舞者们也有酒喝，他们的心情都很不错。这时，坐在我们这桌的村长带着小心翼翼的语气和满脸的歉意问道：大叔，关于您昨天在村口说的事。我在村口说的什么事？就是关于有人在找一个有很多村民失踪的村子的事啊。对，但你为什么问这个呢？我们原本的目标在给雷族治病的时候暂时被搁置了，那就是找到一个大魔头卓云阳，也就是血手罗刹的藏身之处。他为了修炼血水印毒爪这门武功需要人血和骨髓，所以我们在找一个有很多人失踪的村子。所以当铁山对村长的问题点头示意时，村长脸上露出了喜色。我觉得无以为报您的大恩，所以就打听了一下这事，想着说不定能帮上忙。我听说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奇怪的故事？对，昨晚恢复意识的一个妇女是从另一个村子来的。她说几年前她的老家村子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村里的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失踪。村长的话让我们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我们都想到了一块儿，就是他。对，那个村子在哪儿？铁山急切地问道。在那边，那个方向。村长便指向了西边，在村长的帮助下发现的这个位于海南岛西南部山区的村子是一个鬼村，放眼望去，一个活人都看不见，一个人都看不到，感觉他们是匆匆离开村子的。虽然村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屋里的东西都还在。但是如果发生了人失踪的奇怪事件，村民们难道不会逃走并通知附近的地方吗？这很奇怪。从村子的规模来看，似乎至少住了100-200人，所有人都消失了，让人感觉阴森森的。我们继续往山上搜寻。当我们接近山顶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铁山脸色一沉，自言自语道：尸体的臭味。然后他迅速施展轻功，冲进了树林里。尸体的臭味意味着腐烂尸体的气味。我和唐家的其他武者们穿过灌木丛，朝着铁山消失的方向跑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大山洞，一个被竹栅栏挡住的大山洞入口呈现在眼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山洞旁边的空地上堆满了骨头，有些已经变成了骷髅，有些则是还比较新鲜的尸体。许多尸体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座小山。昆虫在腐烂的尸体中穿梭，蛆虫在蠕动，还有许多其他昆虫和有毒生物被吸引过来，以蛆虫为食，甚至还有来吃这些昆虫的蛇。然后是死掉的蛇和有毒生物，上面还有昆虫在产卵，生死轮回，宛如地狱般的景象。一幅可怕的地狱场景在我们眼前展开，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太可怕了。小英雄，别看，
现在想遮也有点晚了。唐家的武者们把我护在身后，但我已经看到了那恐怖的场景，感觉就像是在看前世纪录片里才会出现的屠杀现场直播。这场景太不真实了，我几乎不敢相信那些是真的尸体。我们回过神来后不久，就打破了栅栏，进山洞里查看是否有幸存者，但在这脏兮兮的山洞里，一个也没找到。据铁山说，考虑到有些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似乎直到不久前，最后的幸存者还活着，但看起来那个魔头已经练成了他的武功，把所有人都杀了。他猜测那个魔头可能以为自己连铁山的父亲，一个极其可怕的人都不怕，所以才敢对铁山动手。那混蛋罪有应得。这可怕的场景和没有幸存者的情况让人心情沉重，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在山洞旁边发现了一间小屋，似乎是那个魔头的住所。铁山和唐家的武者们继续在搜寻，大概是想找回秘籍之类的东西。我正蹲在那里，看着有毒生物和蛇朝着山洞入口爬去，突然传来一阵鸟拍打翅膀的声音。噗噗！我被这响亮的声音吸引，转过头去，只见一只相当大的鸟落在了那堆尸体上，还伴随着很大的动静。有这样一只鸟吗？我虽然算不上鸟类专家，但也认识不少鸟，可我从来没见过这只。这只鸟和巨鹰一样大，腿很长，羽毛是紫色的，在光线反射下闪烁着暗淡的光芒。它头上的金色羽毛看起来就像一顶王冠。更奇怪的是，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吃尸体的，但这只鸟却在尸体间穿行，有选择性的把蛇的头咬下来，然后吞掉。我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时，一个完成搜寻的武者走了过来。小英雄，你在干什么？那只鸟，我们不能让它再亵渎这些尸体了。这个武者以为这只鸟像乌鸦一样在啄食尸体，便走上前去，捡起一块石头朝那只鸟扔了过去。咚！叽叽！这只鸟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惊慌飞走，而是大声叫了起来，并用它的红眼睛瞪着那个武者。他似乎在恶狠狠地盯着他。那个武者又捡起一块石头，再次朝那只鸟扔了过去。愚蠢的动物，真倒霉！噗噗！最后，那只鸟终于飞走了，躲开了石头。与此同时，一种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仿佛一片阴影笼罩了大地。那只鸟起飞的地方，随着它翅膀的扇动，开始不祥地暗了下来。随着翅膀扇动带起的风扩散开来，地上的蛇和有毒昆虫开始肚皮朝上翻了过来。不，它们不只是翻了过来，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溶解了。尸体、昆虫和蛇都开始像加热的黄油一样融化掉。嘶嘶！而那个朝鸟扔石头的唐家武者身上开始冒出一股白色的浓烟，就好像他口袋里装着干冰，与水发生了剧烈反应一样。啊，雄黄！那个受惊的唐家武者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雄黄，但雄黄的量正在迅速减少。根据这几天在一起生活所了解到的情况，雄黄是用来检测和暂时中和毒素的。出现这样的反应说明这里有极强的毒素，雄黄正在急剧挥发。就在这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后脖颈，嗨嗨！我的身体被往山洞里拖，铁山朝着唐家的武者们大喊：“躲到山洞里去！”那肯定是一只镇鸟。唐铁山和众武者们迅速躲进了山洞，但并非所有人都安然无恙。一名唐家武者此前靠近了那只镇鸟，并向他扔了石头，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后面。被唐铁山往山洞里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手里的雄黄已经缩小到只剩一粒的大小，这才回过神来，赶忙跟上我们。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烂掉了。为了排出侵入体内的毒素，他还得苦苦挣扎好一阵子。据唐铁山说，多亏他精通唐家的毒术，才能如此幸运地活下来。似乎是我们身上的雄黄之力传到了他身上，才侥幸救了他一命。就连已经安全躲进山洞里的我们，也没法安心。尽管我们已经退到了山洞的最里面，但唐家众人身上依旧不断有雄黄冒出的缕缕白烟。虽然不像干冰投入水中那样剧烈喷发，但雄黄持续冒烟就意味着仍有毒素存在。要是雄黄完全溶解了，我们也会中毒的。镇鸟家主，您确定那就是镇鸟吗？一位显然是副首领的长者满脸难以置信地问道。接着唐铁山就像背书似的念了一段话：其翼展开，可达5尺，喙呈铜色，尖锐无比，周身覆满紫红色羽毛。当其发怒展翅之时，周围一切皆会变暗，死亡，化为毒物。头上有金冠，当真有帝王之态。此乃镇，或称镇鸟。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他的描述和我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我声音颤抖地问唐铁山：他是10大毒物之一吗？他缓缓点了点头，从他嘴里说出了一句让人难以置信的话，那就是镇鸟位列10大毒物之首，堪称万毒之王。10大毒物中的帝王，太疯狂了，太惊人了。我见到镇鸟的感受，简单来说就一个词：惊人。和他比起来，我前世所知道的那些毒虫和毒蛇都显得可爱了，它简直就是个会移动的灾难。它就像一件生化武器，
让我全身的毛孔都收缩起来。那些尸体、毒虫和毒蛇融化的场景在我脑海里不断回放，一种能像橡皮擦一样抹去大片区域的剧毒之物。海南岛居然有镇鸟，据说它只以毒蛇的头为食，所以肯定是被这里带毒的蛇吸引来的。我回过神来，问唐铁山，它常见吗？几乎不常见，不然中原地区的人都没法活了。人一辈子能见到一只镇鸟都不容易，就连我也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它太罕见了，据说每100-200年才会有一次目击记录。确实，就如唐铁山所说，如果这种生物四处游荡，人们肯定会大批的死去。我呆呆地盯着山洞口，说道：但是我们有可能抓住它吗？这其实算不上是个问题，更像是脱口而出的一个念头。想要抓住这10大毒物之王的想法很诱人，但似乎连靠近它都不太可能。这时唐铁山笑了，你想试试抓住它吗？小英雄，对我这个曾为了捕捉10大毒蛇而丧命的人来说，10大毒物就像是一种情怀和目标。我眼神有些恍惚，望着山洞口回应道：想，但是它毒性这么强，感觉我要是去抓它，自己都会融化掉。然后唐铁山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道：你好像一直对10大毒物很感兴趣，就和以前一样。倒是有个办法。一听有办法，我眼睛顿时睁大了，急切地问道：有办法？当然，我们唐家300年前曾经抓住过他。他的回答是他们曾经抓住过镇鸟。300年前似乎是很遥远的过去，但唐铁山提到曾经有过捕捉镇鸟的经历，这立马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意味着他们有关于镇鸟的经验和记录。真的吗？我满腹狐疑，又问了一遍。唐铁山只是笑了笑作为回应。他看向山洞口，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若能精通唐家的毒术，便可百毒不侵，哪怕是镇鸟的毒也不在话下。我们唐家的武艺在这世上独具防毒之能，但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把武艺传授给非本家族的人，这是我们家族的规矩。哈哈，哎，小英雄，我很想帮你，但是规矩。确实，如果能用武艺抵御这种鸟的毒素，那肯定是家族内部的秘密和专门技艺。我小心翼翼地确认道：如果我成为家族一员，就能学了吗？我又问了一遍，因为这似乎是指传授给家族核心成员的非凡技艺。毕竟家族成员也并非人人平等，要是他们因为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成员，就说不能教我，那可怎么办？所以我得确认清楚。唐铁山对我的问题又笑了：如果你现在就决定，我会慷慨地教你。当然，而且我会好好珍视送给你的这份礼物。但要是你考虑太久才做决定，这位长者难道也和我一样是重生的吗？他这话听起来就像手机游戏的推送通知。要是生在我前世的时代，唐铁山肯定会是个了不起的商人。他似乎知道我正在考虑他提出的加入唐家的提议，他像是抛出了最后通牒一样诱惑我，好像现在不接受，这些好处就没了。从目前我对这位长者的了解来看，他似乎不会在这世上说谎。是啊，我还要在森林里独自生活多久呢？我可以以后再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我开始想念有人陪伴的日子了。爱好固然重要，但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机会，我觉得应该抓住它。毕竟我的人生一直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前行。镇鸟，你等着我！我用坚定的声音回应了唐铁山的提议，带着初次见面该有的那种精气神。毕竟我听说新成员加入时就该这么介绍自己。好的，我愿意成为唐家的一员，我很期待。先生，不，家主，真的吗？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永远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了。长者欢快的笑声在山洞里回荡，随后又变得严肃起来，因为我们想起还得想办法出去。我们花了1天时间才终于从山洞里出来。一直在冒淡淡青烟的雄黄，其反应终于停止了。再晚几个小时，雄黄就会彻底耗尽了。这是什么？我的天啊！那些人的尸体。我们在山洞外看到的是一片焦黑的土地，之前堆放尸体的地方，周围大概20-30米的区域，现在只剩下一片黑土，一根草，一只昆虫都看不到了。原本繁茂的青草、树木以及那一堆堆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只能看到黑土和黑色的石头，就好像昨天的那些场景像梦一样消失了，只留下眼前这片景象。我们能踩这片土地吗？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雄黄撒了出去，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毒素都消失了。这片土地曾被毒素污染，我们还担心会不会中毒，但长者已经确认所有毒素都消散了。也许是因为毒素一挥发，总之是完全消失了。既然确认安全了，现在该为遇难者的灵魂祈祷了。唐家的武者们在半山腰的房子里找到了一瓶老酒，用它为遇难者简单的做了祈祷，愿他们能得极乐，往生净土。为遇难者祈祷完后，我问家主，那么我们现在要去四川了吗？我得先去道观把我的朋友们放了。
我不能把他们带到唐家大宅。明白？那我们先去道观吧。你也得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血水印毒爪的秘籍昨天就已经找到了，现在在家主手里。我原以为这么危险的东西会被毁掉，但唐家更注重实用性，决定把它带回家族，从中提取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就算是像这种邪恶的修炼法门，他们也相信能从中吸取教训。这感觉就像是杀了卓云阳之后捡取掉落物品。但既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收集到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可能都会有帮助。考虑到实际情况，我正准备爬到家主背上，前往那座废弃的道观。这时，焦黑土地中间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指着他对家主说：“那边有个东西。”那是什么？我们在焦黑土地中间发现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一根奇特的羽毛。它主要是紫色的，但在光线下会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泽。一根羽毛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我怎么可能忘记这种颜色呢？毫无疑问，这是镇鸟的羽毛。这是镇鸟的羽毛。我想摸一摸，但又怕它有毒，便忍住了。家主随后从身上拿出手套，小心翼翼地捡起镇鸟的羽毛，放进一个容器里，说道：“我会把这根羽毛带回主宅，让人检查一下，然后再给你。你似乎对它很感兴趣，就把它当做你加入家族的第一份礼物吧。”谢谢，先生。不，家主。加上之前蓝斑蜈蚣的腿，这将成为我的第二件宝贝。我正想着把它做成吊坠或者系在腰间的什么东西时，听到家主有些不太满意的声音。都挺好的，就是不太喜欢你对我的称呼。不过等仪式过后再改正式点吧。一个仪式似乎要成为家族成员，还有某种入门仪式。我希望这个仪式能尽可能简单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曾经像办丧事一样冷清的四川唐家大门，如今又热闹了起来。唐家族长的独生女唐华莹，她的祖父万毒老人唐沐橙为了给她找药治病，刚刚赶到四川唐家的大门前。然而她的模样可不大好。这位唐家顶尖高手面容憔悴，他肯定是拼了命的赶路，施展轻身功法，把内力都用到了极限。哦，族长，华莹怎么样了？万毒老人首先关心的就是他的孙女。通常情况下，唐家的低等武者可不敢这么做，但因为担心小姐，他声音颤抖地问道：“她还活着？药呢？您找到了吗？”这名低等武者问道。和他一起站岗的其他武者也都紧盯着万毒老人的嘴。万毒老人嘴角上扬，露出笑容，给出了众人急切盼望的答案：“我已经拿到了蓝斑蜈蚣的内丹。”唐家的武者们听到万毒老人的回答，欢呼起来。他们的欢呼声立刻在四川唐家的宅院里传开了。随着他们的欢呼声，从唐家宅院深处，也就是主家族人居住的地方，一位中年女子迅速施展轻身功法跑了出来。这吵吵嚷嚷的是怎么回事？哦，父亲！这位听到武者们的欢呼声后跑出来，看到万毒老人后又惊讶的大喊的女子，是唐家的女主人冷素莲。据说她的眼泪和毒液一样有毒。走吧，儿媳，我已经拿到了蓝斑蜈蚣的内丹。哟，您成功了！呜！冷素莲听到这个消息后放声大哭。两人立刻朝着华恩休息的房间走去。一进屋，万毒老人就看到了他的孙女唐华莹，她全身的肤色都变得吓人。在她周围，唐家的长辈们都在大汗淋漓地往他体内灌注内力，但看到万毒老人后，他们的神情都亮了起来。族长，您回来了。万毒老人没有回应他们的问候，而是先检查了一下他的孙女。唐华莹的情况明显很糟糕，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她呼吸微弱，中毒很深，差点就酿成大祸了。还好我赶得及时。万毒老人迅速从长袍里拿出一个绸布袋子，从里面取出一颗核桃大小的绿色珠子。他轻轻地把珠子放进一动不动的孙女嘴里，然后开始往她体内引导内力。尽管因为连续施展轻身功法赶到这里已经疲惫不堪，但他决心要把孙女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过了一会儿，呼，孙女的嘴唇间传出一声叹息。很快，她变色的皮肤开始恢复到原来那种象牙般的颜色。多亏了那颗内丹，她才得以奇迹般的苏醒过来。要是没遇到那位神秘的小英雄，她可拿不到这颗内丹。